大家好，这一集我们来学习这一款宝宝鞋的钩织方法。那这款宝宝鞋呢，它是适合0到12个月小宝宝来使用的。钩的单层鞋底，再往上钩织鞋身，然后再把珠子装饰给它缝上去。如果是钩给男宝宝的话，不缝珠子也可以，这个按照大家自己喜欢哈。材料包里面是按照你拍的这个颜色，给大家搭配好一双12月以内的用线量，足够使用的。还有这个钩针、记号扣、缝针、珠子，大家需要自备剪刀就可以了。然后在拍的材料送的完整视频教程里，是以3到6个月份段给大家讲解方法来钩织的。接下来发的这个教程，我会以6到9个月的月份段呢来给大家去讲解，就是不管教程是以哪一个月份段的，我们跟着视频呢学习方法，钩织你自己需要钩的月份段宝宝鞋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从这个鞋底部分进行编织，然后在钩织线的过程中呢，如果说遇到毛线有这个接头断线的话，线类在机器生产纺织过程中接头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啊。在完整的视频教程里会给大家讲解这个接线的方法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先从这个鞋底部分开始进行编织。那么教程是以视频的方式，这个是我自己画的这张平面图解，那有需要的朋友呢，可以自己截图保存一下。像我们钩的婴儿鞋子一般是分成这4个部分来进行编织的，后面钩到鞋身的时候也是跟着视频教程来学习，这里是为了给大家讲解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，看这种平面图解，图上这种符号代表，你看黑色的椭圆形呢指的是变的针，例如0到3个月起10针，你数一下，一共是有10个辫子的，这就是起针数。那我们把这边呢截图好之后，然后再看另外一侧。在每一个鞋底图上，我都是有用绿色线这样竖着划分开的。这个绿线左边偏大半圆这块是鞋头位置，这个位置呢是一样的，这是鞋头的地方。这个绿线的后边呢是鞋后跟，那这是后跟位置。你观察一下图上画的针法，鞋头画的针法一样，后跟的针法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你钩这个4个部分的时候，钩到鞋头、鞋后跟都是一样的钩法，区别就是2个绿线划分的中间区，这个是中间的角弓区。针数多少的一个分配，我们就跟着视频的步骤学习方法，钩织自己需要钩的月份段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从起针开始，接下来我是以6到9个月月份段来给大家做演示讲解这个方法的。那6到9个月起14针，也就是接下来我要起14个辫子针，你看你需要钩哪个月份段的。首先我们这样拿好线，右手拿着这个线头，将线在手上这样绕一个线圈，然后把这个圈呢给它拿下来，线头这一端从这个圆圈里拿出来给它拉紧，就是扣了一个活结，钩针穿到圈里，拽底部的线头，把这个圈稍微调小一点。但是针上是有这个空隙的，钩针可以这样灵活活动，左手挂线，将线放到小拇指上，然后食指带线，拿着这个线底部打结地方，钩针这样绕线，从针上的线圈里把线勾出来。你看这里有空隙，用钩针头将线给它勾住，从这个圈里给它勾出来，这样一个辫子针就勾好了。那辫子针的形状呢，是像一个字母 V 的形状，小辫子样的。我们在第一个辫子这个 V 的中间给它扣上记号扣，标记这是第一个辫子针。好，钩针这样绕线，从针上线圈里勾过来，第2个辫子针，绕线勾出来第3针。那大家在钩的时候就看你自己需要钩哪一个月份段，然后你跟着起好这个需要的针数就可以了，按照你刚刚的截图。针上的线圈是一个挂线作用，1、2、3，然后我这里需要起14个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钩织的时候，这个带线呢要给它这样带直，不要这样松下来，不然你钩的过程中可能钩针会戳到这个线的之间了，把它戳分开了。带线的手法要多练习一下。好，继续起针，13、14，起好你需要的针数之后，我们在起针数最后的这个辫子中间也给它做上标记，这样我们这个起针数就勾好了，指的就是图上这里的椭圆形，我们把它对应的勾完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织鞋底的第一圈，第一圈用蓝色来区分。首先是起3个辫子，然后在你起针数，就是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呢，钩2个长针 ，T 上面带个点是长针的意思，就相当于在这里是钩长针加针的。好，我们来跟着步骤来钩。后跟你看画的这种针法，好，这里都一样，也就是说你不管钩哪个月份段哈，都是起3个辫子，在这个位置钩2个长针的。首先我们起3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。在钩鞋底的时候呢，起的3个辫子，我们要把它看作为一个长针，那你就在第3个辫子上给它 V 的中间给它扣上记号扣做标记。接着我们再起针数，也就是前面这个记号扣的位置，在这里钩2个长针，就把前面这个记号扣给它拿下来。拿下来之后，然后在这个位置钩2个长针，钩针这样绕线，穿到刚刚记号扣这个辫子，就是这种 V 的形状，小辫子的中间穿针，挑这半边的这根线，
然后钩针这样绕线，好，勾线出来，勾线出来之后，用钩针头这样给它均匀的往上带一下，可以这样捏着这个底部，钩针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里把线勾出来，这个线要这样撑着，不要这样松下来，这样不好勾。好，勾过前面2个线圈，接着钩针再绕线，勾过后面2个线圈，这个就是长针的钩法。同一针还是刚刚入针的位置，再勾一个，钩针这样绕线，还是这一针穿针绕线勾出来，均匀的往上带一下，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，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，这样这个后跟这一块位置，我们跟着步骤来了解一下这种平面图上针法的一个这个位置。3个辫子，2个长针，这里勾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勾到2个绿线划分的中间区，也就是刚刚说的角弓区中间的这个针数。那以6到9月起14针为例，去掉斜头这一针，这个记号扣标记接下来是勾斜头的，这样延伸给它这样勾大成半圆一个形状的。然后这个记号刚刚取下的这个记号扣的位置这里是斜后跟，绿线中间14减去2针，中间是有12针的，你这样去数。好，数你需要勾的月份段中间一共有多少针数，就对应的把中间这里勾完。好，其他月份段就按照你的起针数减2，就是中间的这个针数了。好，钩针这样绕线，也就是你中间看到没有，这里的辫子每个辫子都是从中间穿针勾长针，一直勾到记号扣前面这个位置。好，从下一个辫子中间穿针，挑着半边这根线，绕线勾出来，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，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。你从这一针也可以去数一下，这就是角弓区中间的这个针数哈。钩针绕线，下一个辫子中间穿针，绕线勾出来，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，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。第2针绕线，每个辫子从中间穿针，一直勾到记号扣前面这一针。那大家在勾的时候就对应这个辫子来勾哈，每个辫子都是从中间勾到这儿。接下来方法重复，我们就自行勾好。3、这样我们把中间这个辫子针对应给它勾完长针之后，如果这样卷，可以这样去理一下，也就是说对应这个图上，我们首先是起辫子针的，然后开头是勾了3个辫子，一个位置里勾2个长针。好，这里标记记号扣就是从这开始这样转圈来勾，绿线中间这里对应这个辫子1对1的来勾织，中间针数我们给它对应勾完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勾到这个记号扣，也就是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呢要勾7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那不管勾哪一个月份段的，勾到斜头都是一样的勾法。我们现在勾到斜头地方，就把这个记号扣给它拿下来。你把这个记号扣拿下来呢，扣在你刚刚勾的这个长针通着的底下，有个小孔，扣在这个底下的位置哈，方便你勾到对面找这个位置的。然后钩针这样绕线，穿到这个辫子中间，勾线出来，在这里我要勾7个长针的。好，先勾1个长针，你在这个长针上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，侧边穿过来，内侧扣的辫子就是针目了，1个，然后绕线穿针勾线出来，第2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第4个，第5个，第6个，第7个。好，勾完你自己可以再去检查一下，从这里你刚刚标记的数这个辫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一针里勾出来7个长针，也就是斜头这个转圈这一块我们给它勾完了，然后拿出记号扣在第7针上扣上去，我们斜头的这个地方两边给它这样标记一下。